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人，他的存在让你感到身心俱疲，或是和他们在一起会让你感到不安、焦虑或压力山大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应该注意了，这个人可能是精力吸血鬼。精力吸血鬼并不都是那些你不喜欢的或和你三观不一致的人，这不仅仅是你觉得很难与他们相处的问题，实际上大部分精力吸血鬼都可能是亲密的朋友或家人，他们总会在不知不觉中利用你，消耗你的能量。他们固执、控制欲强，且以自我为中心，他们是想让你听他们使唤的人，他们会利用你，把你当作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心理沙袋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呢？如果想知道自己是否身处这样的情况之中，那就看下去吧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一个人在和精力吸血鬼打交道的6个迹象。1. 他们喜欢扮演受害者。精力吸血鬼通常不会为自己的错误负责，当事态变糟时，他们无法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负责，但相反，他们会因为自己的遭遇而责怪他人。他们有很强的控制欲。举个例子，他们可能会不断地让你感到内疚，让你觉得对不起他们，帮他们的忙并支持他们。诺贝尔和泰贝尔在研究中发现，有这样行为的人自尊心很低，还会不断寻求他人的认可，以此作为一种应对机制。因此，他们给别人的印象是很粘人，有时甚至会依赖周围的人。2. 他们很自恋。众所周知，精力吸血鬼非常自私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？他们总是只谈论自己，从来不听你说什么。这样的人通常都很有魅力，能言善辩，这也让你很难远离他们。通常情况下，他们几乎没有同情心，只有在对他们有利的时候才会假装关心你。他们可能希望你总是把他们放在首位，当你不满足于他们对注意力或称赞的要求时，他们会对你感到沮丧。你周围有这样的人吗？也许你可能觉得自己是一个自恋者，但并不为此感到羞耻。自我意识很关键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获取更多关于心理学和精神健康的知识。3. 他们想要控制你。认不认识一个爱说大话、喜欢表现得高人一等的人？其实，这样的人非常缺乏安全感，他们害怕表现出脆弱或愚蠢的一面，所以他们通过恐吓他人和对周围的人施加控制来过度补偿。他们贬低别人，是为了让自己感觉良好。他们会对身边人的成功和成就感到不安，因为他们害怕被超越。4. 他们制造了不必要的戏码。对精力吸血鬼来说，只要自己是注意力的中心，混乱也是令人兴奋的。他们往往有一种夸张的自负感，并且喜欢打同情牌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在危机中茁壮成长，喜欢给自己或他人制造麻烦，小题大做。他们到处说长道短，惹是生非，为的是把自己从空虚的感觉中解脱出来。他们竭尽全力，只是为了感受到强烈的情绪，即使那些情绪是负面的。5. 他们总是批评你。如果有人总是批评你，让你觉得自己很糟糕，那么他们可能对你的精神健康有害。他们利用你的不安全感，操纵你的情绪。虽然这看起来很明显，但有时很难辨认出他们的这些行为，尤其是如果这些人是自己亲近的人。这样的人通常表面看似友好，但在内心深处，他们可能已经对你怀有恶意。6. 他们利用你的善良。基于格罗斯和其他人2015年的一项研究，富有同情心和爱心的人是他们成为遭受精力吸血鬼虐待的首要目标。如果你碰巧在和精力吸血鬼打交道，并且对他们表现出过任何同情或理解，那他们可能会利用你的善良对付你。比如，他们会利用你，强迫你做你不想做的事。这些人所要求的会远远超过你所能给予的。这种时候，与他人建立健康的界限就是非常重要的了。如果有人让你感到沮丧，对你的情绪健康造成损害，那这个人就不值得成为你的朋友。和一个情绪化的吸血鬼过多的交往，对一个人的精神健康是有害的。所以要认识到这些迹象，并清楚自己的底线。你有认识的人符合以上对精力吸血鬼的描述吗？你是如何跟他们打交道的？
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，和大家分享你的经历，也欢迎把这支影片转发给更多可能用到的小伙伴。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一如既往，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